当你在课间走进一个教室，所有的学生都闹闹哄哄的，如果不是谁的声音特别的大，你是很难听到哪个人具体在讲些什么。同样的，在校车里面也是一样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不管是去春游还是上学，校车里面可真的是太吵了，压根就没有一个安静的时候。这时的司机师傅肯定头都大了，但毕竟承载着祖国的花朵，校车的安全一直是头等大事。然而，历史上有过许多因小疏忽而酿成大错的交通事故，就比如在1995年，一辆校车直接被火车撞飞，最终导致7名青少年丧生。起初大家都指责那位不熟悉路线的替班司机，但随着调查的深入，这十字路口的设计似乎存在着很大的问题。1995年10月25日，美国伊利诺伊州福克斯河格罗夫校车司机帕特里夏·卡登坎普今天替班。平时他都是待在办公室里面做事，今天是他第一次开那条路线。早上6点35分，帕特里夏完成车辆检查，出发前往第一个站点。20分钟之后，他成功接到了第一批学生。不过由于比平时晚了不少，有些学生都已经等不及了，自行去了学校。面对这位陌生的司机，学生们很好奇。帕特里夏则表示自己不熟悉路线，需要他们的帮助才能更快地到达学校。为此，孩子们也热心地为他指路。当天，一列特快通勤火车624号正开往芝加哥市中心。他刚刚离开水晶湖站，正在前往巴林顿，速度已经提到了每小时110公里，而接下来就要经过一个十字路口。这是一个位于阿冈昆路、美国14号公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双轨干线的交叉路口，路况可谓是十分的复杂，因为它同时存在着一个铁路和公路的双向十字路口，连信号灯都有2组，所以一般新手开这条路总会不知所措。但这也是今天校车通往学校的唯一路径。大约在7点09分，道口处理器探测到火车的存在，此时距离十字路口中心还有939米。10秒钟之后，轨道信号灯开始变化，14号公路上的红绿灯也刚巧变成了红色。帕特里夏见状，想着通过火车道把车停在公路上等待红灯，而火车司机远远看见校车正在以非常缓慢的速度穿过轨道。此时火车距离十字路口大约为700米。又过了10秒钟，警示结束，火车道两边的闸门缓缓放下，禁止通行。但此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，靠近校车那一边的闸门完全被校车挡住了，没有放下来。车上的孩子们开始大喊大叫，疯狂示意司机后面的情况，让他赶紧向前，而司机却由于嘈杂声完全听不清在讲什么。直到14号公路上的红绿灯从红色变成了黄色，而司机却还在分心后面出现了什么状况。此时校车纹丝未动。当火车离十字路口只有366米时，14号公路的红绿灯终于变绿。这个时候，火车司机意识到校车没有完全离开轨道，赶紧启动了紧急制动，疯狂地按喇叭。在距离十字路口152米的地方，火车降到了每小时97公里。最终在7点12分，火车还是不可避免地撞了上去。随着一声非常大的巨响，一瞬间校车被撞得支离破碎，整辆车旋转了180度后当场裂开，底盘与车身彻底分离，玻璃碎片和金属残骸飞溅的到处都是。5名学生直接从车里面被甩了出去，当场死亡，还有另外2人伤势严重，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。至于剩余的20多名幸存者，大多数都遭受了钝器外伤，严重的出现了颅骨骨折、撕裂伤和内伤。巴西司机是看到事故全部过程的人，在车祸发生前，他就注意到有一辆校车在等待信号灯。很快，他看到车上孩子那一张张惊恐的脸，他们尖叫着往车前面挤，而就在下一秒钟，火车就按着喇叭飞驰而来。紧接着，天空当中到处都是校车的碎片，还有孩子在半空当中飞出来。这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。事发后，除了救护车外，还有3架直升机负责运送伤员，附近的目击者也都请来帮忙，现场乱成了一团。起初，有人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替班司机帕特里夏，坚信他是操作不当而引发的事故。根据帕特里夏的描述，当时自己压根就不知道校车的确切长度，而且在撞车前，车里面非常的吵闹，坐在后排的孩子们拼命的往前挤，还大声喊着。当时他也是一头雾水，完全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因此，帕特里夏便把注意力从红绿灯上转移到了孩子们身上，想听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，于是就错过了红绿灯跳成绿灯的那一刻，车子没能在第一时间起步。不过，调查人员后来发现，就算帕特里夏和孩子们是同步注意到火车马上就要撞上来的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帕特里夏想要避开，就必须闯红灯进入14号公路。按照正常情况，当火车驶来时，安装在轨道旁边的控制项会发出电脉冲，以激活前方十字路口的闸门和警示灯。同时，它还应该调节交通信号。当阿康昆路上的十字路口闸门关闭时，
14号公路的红绿灯应该变绿，确保没有车辆会停在铁轨与14号公路之间的这段小路上。可根据幸存者凯蒂·克雷贝克的回忆，当时他就坐在司机后方的位置上，虽然他不熟悉路线，但一路上司机并没有任何违规操作。在校车停下来最多间隔的2秒钟，凯蒂就听到了急促的火车喇叭声，紧接着就是撞车。当时信号灯还没有变绿，这都是他亲眼所见，所以能100%的确定。其实在事发前1年，高速公路和铁路官员就已经收到了大量的投诉，市民们抱怨信号灯提供的警告时间太短，有的时候车辆无法及时避开轨道，非常的危险。果不其然，1年之后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而且在事发前1个月，该十字路口还发生过非常相似的事故。45岁的斯坦利·哈芬坎普驾驶着这一辆卡车经过该路口，可当红绿灯开始闪烁的时候，由于卡车前方还有一辆小轿车，斯坦利同样无法让卡车的尾部彻底离开轨道，最后卡车的后挡板被火车撞飞，好在人没有什么大碍。根据斯坦利回忆，十字路口的空间非常的小，撞车前他已经有些心急，盯着红绿灯等它变绿，可惜迟迟未变。斯坦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反正下一秒就发生了车祸。事后，伊利诺伊州交通部派了维修员前去检查，发现系统运行一切正常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据统计，根据上述2起事故外，该路口在1926年、1949年、1969年、1975年和1985年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故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，校车与火车相撞是由于路口设计存在缺陷导致的。其实事发地点的这种路口也被称作为互联路口，铁路信号灯与公路信号灯必须连接起来，才能确保所有车辆都安全通行。但这2个信号灯在设立前，两边负责的部门都没有进行过任何沟通。从地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阿冈昆路上的车辆势必会穿过铁轨，停在西北公路沿线，这一点就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，容易被驶过的火车撞倒。此外，磁性传感器仅仅存在于铁轨的北侧，为了激活十字路口的信号灯，像公共汽车、卡车等其他大型车辆就会被迫驶入铁路道口。一旦遇到信号灯没有变绿，长度超过了铁轨，前面还有车等情况，那车辆就很容易被困在铁轨上。而至于十字路口的设计，那我们就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。西北公路是一条双车道公路，且铁路与公路之间大约相距18米，足够容纳12米长的公交车。但到了后来，伊利诺伊州交通部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，同时要防止交通拥堵，于是将其改造成为了4车道高速公路，并在十字路口设立了转弯车道。另外，为了不影响公路北侧的企业，铁路与公路之间本来相距18米，也因此缩短了一半的距离，只剩下了9米。最关键的是，在事发前2个月，伊利诺伊州交通部又在这个路口添加了 Walk 的信号灯，为的就是方便行人通过。而这一工程又消耗了火车将近12秒的警告时间，也就是说，校车等的这个红灯，为的就是在等行人的12秒。如果能早12秒亮起绿灯的话，那这次的校车与火车倒是完全可以避免碰撞的。而根据居民们反映，这路口通勤车辆比较多，行人的流量又非常的少，这一设计简直就是多此一举。可见伊利诺伊交通部在实施这一举措时，根本就没有调查过实地情况。谁能想到，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改造加在一起，无形之中就增加了发生车祸的可能性。毕竟人类再怎么反应快，都无法克服设计的缺陷。事后，伊利诺伊州交通部对该十字路口的信号灯进行了重新设计，所有的校车上也都贴了信息标志，时刻提醒司机校车的长度。而且其他州的学校也吸取了教训，将此事故纳入校车司机的培训课程，防止悲剧再次上演。而这条校车路线使用率从该校区系统当中迅速的减少，从1996年的70%下降到1997年的10%。事故发生1个月后，家长们提出诉讼，最后一起于2004年1月结束，共计给受害者支付了2700多万美元，其中学区支付了1626万美元，因为还要对其司机的行为负责。联合太平洋铁路和火车公司支付了700万美元，工程承包商和伊利诺伊州交通部分别以320万美元和75万美元达成和解。为了纪念7名遇难者，事发地点附近还树立了一个小型纪念碑，警示世人永远都不要忘记这场悲剧，交通安全无小事。布莱恩·马里诺和他的弟弟是当年事故幸存下来的双胞胎兄弟，这起事故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触动。当年陌生人给予的温暖与帮助，让兄弟俩铭记于心。长大后的他们分别成为了消防员和护理人员，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在这起事故当中，谁的责任更大一些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不用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郑人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